公主要和亲的事，先生知道了。圣上还未下旨。先生既然知道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你今日过来是质问我吗？先生，公主不能去和亲，正因圣旨还未下，还有机会能改变。你想搅进这件事里？他待我有多好，先生知道的。方才在来此的路上，我听到了一些言语，心生一计，但我又有一些犹疑，故想问一问先生。不如先下一局。我不善下棋，做不到一步多算，不是先生的对手。下棋需算计，确系一法。但如果讨论围棋，更多讲的是势，算计乃是术，若能得势，方为得道。是。棋盘若将遇，棋子若兵卒。自古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子得失或许微不足道，但若积久成势，则难以疏导，继而成患。是以执棋者当因势利导，如治民治水。人和棋子能一样吗？棋子由执棋者拨弄，可人心却是各有一颗，自己长在肚子里。下棋能拨弄棋子，可人心若说要拨弄，时势推英雄，英雄造时势。人心向背虽然难料，但若不慎思明辨，旁人稍加煽风点火，心随势走，又有何难？学生明白了，多谢先生。不问了。已有了答案。不过，学生想向先生借一个人用用。看看那薛氏，真是一群废物。他们处心积虑搞倒了永义侯府，导致边关无人可用，不能据大越与关外。现如今，人家逼到了关外来，还要堂堂一个大前朝，推出个女儿家去和亲，才能保一朝平安。真是太有骨气了，办得太漂亮了。启凡兄，酒可以乱喝，话不能乱讲啊！你喝多了。翁某清醒得很，要按翁某说，祸是谁闯的，就该叫谁去填。干脆让薛氏的女儿去大越和亲，不好吗？样貌也好，要身份也有身份，这大越肯定高兴啊！启凡兄，咱们换个地方啊！人多眼杂。没喝呢，没事，走，没喝多，走吧，换个地方啊！哎呀，方才那人我知道，常来曾萧楼喝酒。听说还是个举人，叫翁昂，大伙叫他翁启凡，才华高得很，所以啊，恃才傲物，什么话都敢说。哎呀，怎么，江二姑娘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不是吧你？看上他什么了呀？明星啊？市井之中，一二人之言或许微不足道，顷刻便会被埋没无息。但千人万人之言便不同了。我找你来，便是为此。你想左右民心啊？不是左右，是因势利导。民心本就存在，每个百姓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杆秤。翁昂如是，其他人亦是。对于大越的毁盟滋扰，对于公主和亲，对于薛家作为，百姓之中本就有许多谴责反对之声，只是这些都太散太弱。我想要的是让百姓的声音放大，聚成洪流，成为阻止公主和亲的力量。你混迹市井多时，该是认识一些人吧？这事啊，包我身上。不过吧，
什么？要是想人多点儿，得要点这个。3万两，不够再找我拿。这真的假的呀？看不出来呀，你这么有钱。原本是为另一个人准备的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用在了此时。不过你这事你找别人也行，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因为你姓薛啊，万一被人抓到，也是薛家的锅，与江家无关。我事情查得如何？江尚书说了，那桩旧案藏得很深，因为朝廷赈灾的银两都打着特定的记号。我用生意场上的人脉去摸查，在黑市上找到了专门核销印记的银行，这才有了线索。说是当日薛家贪墨之后，用这笔钱买了大量的军需。通州军营的军械，还有此处的军需，这薛远到底养了多少兵？不是，他囤这么多兵干嘛呀？造反啊？他胆子也太大了吧？此人急功近利，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。而且薛远心思极深，恐怕连太后也一并瞒了去。若真是如此，咱们对付薛家的计划就需要调整，免得他们狗急跳墙。宁儿那边怎么样？人姑娘大气，豪掷几万两，连眼睛都没带眨一下的。她为了救公主啊，真是什么都舍得出去啊。先生，外面周云之求见。周云之，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？谁啊？是个姓武卫。姓武卫？不是，来找你干嘛呀？他来自然有来的道理。周银之见过谢大人。周大人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实不相瞒，在下因为几次相助于二姑娘，在国公那边已经是受到猜忌了。我现在在姓魏这，上上下下都受到限制，所以今夜特地前来想请教谢大人，银之往后究竟该如何行事，还望您给指条明路啊。我曾听闻，这定国公在京城附近养了一些未登记在册的新武卫，刑部最近也一直在追查此案。若周大人真有心弃暗投明，不如先细心寻找一些证据，届时我上报圣上，一定不会忘了周大人您的功劳。谢大人的意思，银之明白了。听说了吗？圣上近来在重查3年前的江南赈灾款贪墨案，据说那幕后之人正是那薛国公啊。是啊，当年江南死了那么多的人，若真是这薛家所为，那可不能放过他们呀！这事儿可大了，我跟你说，如果说当年这薛家可不止贪财，还一心揽权，严家就是因此被迫害。若是永义侯府还在，何至于要送公主去和亲？听闻前些时候，那薛大姑娘滥用新武卫职权，用流言陷害他人，事发后却未受到半点处罚。难道这就是他薛家的特权？凭什么就不是薛家把自己的闺女嫁到大越？这叫什么仕途？对呀，什么理儿这是？若是真要和亲啊，就得让薛家的女儿自己去。让薛家去，你说对不对？凭什么知晓？这就不担责任。薛家只想不担责任啊！就是啊。哼。哎，谢大人，京中对薛家的言论你有没有听闻？什么言论？谢某近日事忙，未曾注意。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坊间流传薛家的罪状，要让薛家交代，还说让薛大姑娘替公主和亲。总之，是对薛家很不满意。
事情非一时常有，过不了多久自然会散。况且这些事，薛国公自会处理，无需你我操心。是，我们查我们的便是。你觉得这薛家的诸多罪状是什么人透出去的？参与查案的人众多，被查的信物也更多，谁都有可能，源头恐不可追。苏兄刚才所做的事，真是绝妙啊！妙啊！如果在意境上再好一点的话，你就是温王？在下正是，请问公子是？你怎么打人呢？就是你大放厥词，在外面非议我们薛家。哦，原来是薛家公子啊！来，大伙快来看一看啊，看看翁某说的有没有错。这薛家横行霸道，仗势欺人，薛公子此刻的行为就是最好的佐证。翁某也算是功名在身之人，你就敢当街打人？若是换了你们寻常白衣，还指不定他会做出什么事儿来。你再胡言乱语，本公子就教教你如何做人。我等寒窗苦读10余载，辛苦考取功名，为的是替大道正名，是替不公发声，不是像你们这些强权屈膝求饶的。我翁某今日就算被你打死，也不改此言。好啊，还是个硬骨头。本公子今天就带你回去松松筋骨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！放开！你们薛氏一族都是败类，抓了我也会这么说。如今的朝堂难道是你们薛氏一家的吗？啊！大家快看啊！薛氏心虚了，竟然想当街杀人灭口！你们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天理吗？大家说是不是？还有王法吗你？放开我！不要他跑了！有本事你不要跑！哎，大伙拦住他！薛氏败类，有种你不要跑！站住！都听到了。哎呀，你让我把翁王的消息透给薛烨，就是为了这种众怒局面？薛家终究是以武立身，不懂文人傲骨，更不懂文人之怒。这翁昂可不是他薛烨能打之人，他薛家就等着天下文士的口诛笔伐吧。你就不怕那个翁昂真被他们打死啊？先生不是派了刀琴保护吗？死不了。但是会疼啊！唉，难怪连他那样的人都会被你拿捏，真够狠心的。哎，混账东西！我让你好好在府里待着，你还给我出去招惹是非，你是嫌现在的麻烦不够多是不是？父亲，是那翁昂实在太过分了，他仗着举人的身份到处非议我们薛家，还说我们薛家是狼子野心，就该让阿姐去大悦和亲。和亲事小，我薛家倾覆事大，连这点轻重你都分不清吗？就你这个样子，还想做我定国公府的世子吗？父亲，父亲，孩儿知错了，孩儿知错了，求父亲再给孩儿次机会吧。去，堂堂男儿郎，成何体统？给我起来！父亲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只可顺，不可逆呀。父亲是说，顺着众议，让阿姐去和亲？求姑母救救爽儿，爽儿真的不想去和亲，求求姑母。倘若当日你为使那婚招去陷害姜氏，未牵扯到薛家，哀家今日或许还能够保你。毕竟薛家势大，若送你去和亲，就像在圣上心里扎了根刺，他也不希望薛家和大越勾结。可你倒好，
亲手把刀子递到了圣上的手里，让他有借口来削弱我们薛家。不过你那个昏招倒是阴差阳错的试探出了圣上的心意，你留下的烂摊子还要哀家来替你收拾。和亲之事，哀家就是有心也是无力了。今日愿意见你，是看在你在殿外跪求了几个时辰的份上，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去那凶险的大越和亲吗？旨意是哀家的骨肉，他去得，你为何去不得？天下无父子，是你太蠢，不是哀家太狠心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，求求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！黄日礼，来人！姑母，姑母，求求姑母！姑母！不仔细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哎呀！给我吧，宫中的路我都认得，想一个人进去，我自己出宫便是。是。眼下若想挽回民心，只可顺，不可逆啊！你就此回吧，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。姑母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舒尔去那凶险的大越和亲吗？你把辛无畏、你爹、哀家都拖入了如此的下场，你让哀家如何给你留情分？混账东西！薛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圣上，今夜在何处安歇呀？秦贵妃的身子越发重了，今夜若再不去看她，恐怕她又要过来闹。圣上，定国公府薛大姑娘有要事要面见圣上。叫她进来。是。圣上，那秦贵妃那边无妨。晚些再去也不迟。表妹对朕这个表哥向来是不亲近的，如今这宫门都要下月了，你怎么跑到朕这儿来了？臣女今来，是向圣上投诚，